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1.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热潮，推动能源和机械行业发展，并引发泡沫担忧。据多家科技媒体报道，2025年全球科技巨头在 AI 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已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微软投入800亿美元建设 AI 数据中心 ，Meta 斥资650亿美元打造2吉瓦级算力设施 ，OpenAI 更是签下3000亿美元的云服务大单。这股投资狂潮直接拉动了能源行业。德勤调查显示，到2035年 ，AI 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将暴增30倍，达到123吉瓦。Constellation 能源、Vistra 等电力公司股价飙升，跻身标普500强，表现最佳企业。与此同时，专家警告，这场万亿美元赌局正在形成巨大泡沫，许多投资建立在对 AI 未来收益的极度乐观预期之上。这场 AI 基础设施军备竞赛会重蹈互联网泡沫的覆辙吗？摩根士丹利分析师指出，如果 AI 应用无法在3到5年内产生与投资规模相匹配的经济回报，大量数据中心项目将面临重新评估，届时可能引发连锁违约，冲击整个能源和科技产业链。2. 瑞士接收20万难民，位居欧洲第10。据联合国难民署报告，截至2024年底，瑞士收容的难民、寻求庇护者及相关人员已超过20万人，主要来自阿富汗、厄立特里亚、乌克兰和土耳其。这个人口仅870万的中欧国家，难民人数在欧洲排名第10位。2024年，瑞士共收到27740份庇护申请，较2023年下降8%。然而，瑞士政府在2025年4月宣布将难民重新安置配额削减1半至每年400人，引发人权组织强烈批评。欧洲儿童权利委员会也指责瑞士的紧急收容所条件恶劣，未能达到国际儿童保护标准。瑞士削减难民配额的决定会对其人道主义声誉造成什么影响？日内瓦国际关系学者认为，作为联合国难民署总部所在地和难民公约诞生地，瑞士此举与其传统中立人道形象形成鲜明反差，长期来看可能削弱其在国际人权事务中的话语权和道德领导力。3. 朝鲜士兵穿越戒备森严的边境叛逃至韩国。据美联社报道，10月19日，一名朝鲜士兵成功穿越布满地雷和铁丝网的非军事区，叛逃至韩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该士兵从边境中部地区越界后，表达了定居韩国的意愿。这是自2024年8月以来首次有朝鲜军人通过陆地边境叛逃。要知道，这条248公里长、4公里宽的非军事区实际上是全球戒备最森严的地带之一，密布地雷陷阱和战斗部队。2017年，一名朝鲜士兵叛逃时，朝方士兵曾开火约40枪。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已有约34000名朝鲜人逃往韩国，但绝大多数是先经由中国边境，再辗转第三国入韩，直接越境极其罕见且危险。这次成功叛逃是否预示着朝鲜军队内部出现了更深层的动荡？首尔统一研究院专家分析，单兵叛逃往往反映基层士兵生存条件恶化和思想控制松动，若未来出现集体叛逃或高级军官投诚，将标志着金正恩政权稳定性面临严重挑战。4. 贾里德·库什纳和史蒂夫·维特科夫讨论以色列与哈马斯停火协议及其未来。据 CBS 新闻报道，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和中东特使维特科夫10月19日在60分钟节目中披露了以哈停火协议的谈判内幕。最关键转折点发生在9月，以色列空袭卡塔尔，暗杀哈马斯领导人，导致谈判代表哈利勒的儿子在内6人丧生，谈判破裂。维特科夫透露，我们醒来发现发生袭击，感到被背叛。特朗普随后要求内塔尼亚胡向卡塔尔道歉，并在9月29日亲自监督这通电话。更戏剧性的是，10月8日，维特科夫与哈马斯代表在埃及会面时，两人因都曾痛失爱子而建立情感连接。库什纳说，当史蒂夫和他谈论各自儿子时，这场谈判变成了2个人展现脆弱的时刻。
协议达成后，以色列人和卡塔尔人在会场相互拥抱。这场由2位地产商人促成的停火协议，能否真正结束持续2年的加沙战争？中东问题专家认为，协议成败取决于能否建立替代哈马斯的管理机制，否则停火只会成为下一轮冲突的间歇期。5. 英国士兵获得击落威胁性无人机的权利。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10月20日宣布，将赋予英国士兵新权利，可以直接击落威胁军事基地的无人机。这项法案将纳入即将出台的武装力量法案。此前，英军只能使用反无人机设备干扰 GPS 信号，只有极端情况下才被允许使用致命武力。新政策直接回应近期无人机入侵激增的威胁。去年4个驻扎美军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均遭遇神秘无人机入侵，而今年9月以来，丹麦、瑞典、挪威和德国至少发现18架可疑无人机。更严重的是，9月有20架无人机侵入波兰领空。欧盟为此召开紧急峰会，商讨建立无人机墙防御系统。新权力初期仅适用于军事基地，但政府未排除扩展至机场等民用设施的可能性。在人口稠密的英国上空击落无人机会带来怎样的附带风险？军事安全分析人士警告，坠落的无人机碎片和未命中目标的导弹都可能造成地面伤亡，必须在安全防御与平民保护之间寻找平衡。6. 欧盟考虑在乌克兰境内训练乌克兰士兵。据自由欧洲电台报道，欧盟正在审议一项战略性转变，将军事训练地点从欧盟成员国转移至乌克兰境内。根据欧盟军事援助任务战略评估文件，自2022年启动以来，欧盟已在18个成员国培训8万名乌克兰士兵，但基辅一直要求将训练搬到本土。文件指出，乌克兰西部已建立3个训练中心，但因缺乏基础设施和合格外籍教官而未全面运作。在欧盟领土训练存在明显弊端，乌克兰士兵必须长途跋涉远离前线，且和平环境无法使用无人机和电子战设备，而这些恰是当前冲突中广泛运用的关键装备。不过文件也承认，将培训任务转移到乌克兰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必须达成停火或某种形式的休战，且需要与美国协调安全保障。欧盟教官进驻乌克兰，是否意味着欧洲将更深地卷入这场战争？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这标志着欧盟从军事援助向直接参与的微妙转变。教官可能成为俄罗斯打击目标，最终可能重新定义欧洲在俄乌冲突中的角色。7. 乌克兰远程打击迫使俄罗斯走向现实。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泽连斯基总统10月19日表示，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正在迅速提升。他透露，几乎每天或每隔1天，俄罗斯的炼油厂就会遭到打击，这正在将俄罗斯拉回现实。自2025年以来，乌克兰已投产每月超过3万架远程攻击无人机，射程可达1500公里，甚至有报道称正在测试射程达3000公里的火烈鸟巡航导弹。10月初，乌军无人机成功打击了距离前线800公里的俄罗斯弹药工厂和油库设施。乌克兰安全局消息称，俄罗斯近40%的炼油产能已因持续打击而处于闲置状态。西方国家在5月解除了对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限制。乌克兰这场深度打击战役能否真正撼动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军事分析专家认为，如果乌克兰能在未来6到12个月内维持每周数十次的深度打击频率，将严重影响俄罗斯军工生产，可能迫使普京在谈判桌上做出实质性让步。8. 泽连斯基称，俄罗斯1周内向乌克兰发射了超过3270架无人机和50枚导弹。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泽连斯基总统10月19日披露了一组惊人数字，仅在过去1周，俄罗斯就向乌克兰发射了超过3270架攻击无人机、1370枚制导航空炸弹和近50枚各类导弹。总统强调，俄军几乎每天都对乌克兰的关键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实施数百次攻击。10月16日的大规模袭击中，超过300架无人机和37枚导弹同时来袭，造成至少10人受伤，5人死亡。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采用双重恐怖战术，使用携带集束弹药的沙赫德无人机。
然后对前来救援的消防员和能源工作人员发动第二波打击。他呼吁国际社会对莫斯科施加更大压力。普京听不进世界说的任何话，唯一能触及他的语言就是压力。面对如此密集的空袭，乌克兰的防空系统还能支撑多久？防务专家警告，这种每周数千架次的攻击强度正在消耗乌克兰的拦截弹药储备。如果西方不能在未来3个月内大幅增加防空系统供应，乌克兰能源网络将面临崩溃风险。9. 南大西洋磁异常迅速扩大。据科学警报报道，欧洲航天局蜂群卫星群最新数据显示，地球磁场中的一个巨大凹陷——南大西洋磁异常正在快速扩张。自2014年以来的11年间，这个异常区域已扩大了近2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半个欧洲大陆的面积。丹麦技术大学教授克里斯芬利表示，这个异常区域并非单一区块，它在非洲方向的变化与南美方向截然不同。这个地区正发生某种特殊现象。更诡异的是，在南半球本应向外延伸的磁力线，在南大西洋异常区下方却反向折回地核内部。科学家认为，地表以下3000公里处翻滚的熔融铁海洋正在发生复杂变化。对低轨卫星而言，这个区域已成为高辐射危险区，当卫星穿越时会遭遇高能粒子轰击，导致系统故障甚至永久损坏。这个持续了至少800万年的地球磁场故障会导致磁极翻转吗？地球物理学家认为，如果未来10到20年内磁场强度继续以当前速度减弱，可能预示着新一轮磁极翻转的前兆上一次发生在78万年前，届时人类将面临更强宇宙辐射暴露。10. 全球民意增长推动投资者寻找替代资产。据摩根大通报告，2025年全球替代资产管理规模已突破33万亿美元大关，私募股权、房地产、私人信贷和对冲基金正成为投资者的新宠。推动这波热潮的核心原因是传统股债投资已无法满足收益预期。美国标普500指数估值处于历史高位，股债相关性转正削弱了分散风险的作用。更戏剧性的是，2025年第一季度全球私人信贷融资额飙升至590亿美元，较上季度暴增近60%，增长完全来自欧洲市场。摩根大通策略师警告，投资者对私募股权未来收益的极度乐观预期，正在催生新的资产泡沫。截至2025年中，全球资产管理规模达到147万亿美元，但增速已放缓至 2.2%。与此同时，基础设施投资正经历爆炸式增长，从2016年的6000亿美元膨胀至2025年的 3.4 万亿美元。这场万亿美元大迁徙会成为下一个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吗？资产管理专家认为，如果替代资产无法在未来3到5年内兑现承诺的高回报，流动性危机将首先冲击私募股权和私人信贷领域，就像2008年次贷危机一样。11. 巴西与印度建立战略联盟，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据印度阿尼通讯社报道，巴西总统卢拉10月19日宣布，巴西将与印度建立战略联盟，涵盖政治、航天、经济和技术等全领域合作。此举是在副总统阿尔克明访印归来后做出的重大决定。卢拉强调，印度拥有卓越的市场，我们将共同发展两国经济。这次合作的背景格外微妙，就在今年8月，特朗普对巴西商品加征 50% 关税，叠加原有 26.4% 税率后，总税负高达 76%。印度同样遭遇美国最高 50% 的关税壁垒。阿尔克明在新德里明确表态，我们不是竞争对手，而是经济互补。据印度商工部数据，2024到2025财年两国贸易额已达121.9亿美元，双方设定了5年内将贸易额提升至200亿美元的目标。面对美国关税大棒，这场南合作能否重塑全球贸易格局？国际关系学者指出，巴印联盟代表着中等强国正在探索第三条道路，既不依附中国，也不屈从美国。如果这一模式成功，将吸引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加入，最终可能形成第三级力量。12. 立陶宛从美国接收新型黑鹰直升机。据立陶宛国防部官方声明，10月19日，立陶宛空军正式接收首批2架 60M 黑鹰直升机，
机身涂装立陶宛3色国旗和维陶塔斯10字徽章。这批直升机来自2020年签订的81亿欧元军购协议，原计划2024年底交付，因不明原因推迟整整1年。立陶宛国防部称，每架黑鹰最高时速355公里，最大起飞重量10吨，可爬升至5800米高度，配备2台 GET700 涡轴发动机、GPS 导航、自动驾驶和夜视系统。武装包括2挺 7.62 毫米 M240H 机枪。立陶宛派遣了10名飞行员和18名技术人员前往美国接受培训。这次采购标志着立陶宛彻底告别苏制 Mi-8 直升机时代，其中部分已捐赠给乌克兰，剩余2架黑鹰预计2026年交付。耗资近2亿欧元的黑鹰采购，对人口仅280万的立陶宛意味着什么？军事分析师认为，这既是政治表态，也是战术赌博。立陶宛国防预算已飙升至 GDP 的38%，位列北约前茅。他向莫斯科传递了明确信号，愿意用主权和财政换取华盛顿的安全承诺。13. 俄罗斯黑客入侵英国承包商，窃取英国军事文件。据《每日邮报》报道，英国国防部10月19日证实，正在调查一起灾难性网络攻击事件。俄罗斯黑客组织通过入侵承包商道的集团的系统，窃取了数百份机密军事文件，并发布在暗网上。被盗资料包含8个英国皇家空军和皇家海军基地的详细信息，以及国防部员工的姓名和邮箱地址。最敏感的是，攻击目标包括驻有美军 F-35战斗机的莱肯西斯空军基地。英国媒体称，该基地可能还储存核武器。约1000份文件中包括拉夫伯雷斯空军基地的访客登记表，记录了承包商和国防部人员的车牌号、手机号等敏感信息。英国媒体惊呼，黑客通过网关攻击第三方承包商，绕过了军方几乎无法穿透的网络防御系统。这已是英国国防部近年来第3次重大数据泄露。英国军方通过外包承包商维护军事设施，这种模式会成为安全链上最薄弱的一环吗？网络安全专家警告，承包商往往缺乏军方级别的安全防护，却拥有大量敏感信息访问权限。如果北约国家不能建立统一的承包商安全标准，未来可能面临更大规模的连锁数据泄露。14. 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因非法向利比亚竞选提供资金而开始服刑。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巴黎刑事法院9月25日判处法国前总统萨科齐5年监禁，罪名是2005至2007年间与利比亚政权密谋，非法为其2007年总统竞选筹款。这一判决令人震惊之处在于，法院明确表示，即使萨科齐上诉，他仍必须立即入狱。70岁的他成为战后首位真正要服刑的法国总统。法院认定萨科齐担任内政部长时，允许亲信联系利比亚当局，试图获取竞选资金，以换取帮助卡扎菲政权重返国际舞台。虽然法院无法确认利比亚资金最终是否真的进入竞选账户，但根据法国法律，即使金钱未实际支付，腐败阴谋本身就已构成犯罪。更具讽刺意味的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时，萨科齐却率先推动北约军事干预利比亚，最终导致卡扎菲被反对派击毙。从权力巅峰到身陷囹圄，萨科齐的政治遗产还剩下什么？法国政治分析人士认为，这标志着法国司法独立的胜利，但也暴露了法国政治精英与独裁政权之间错综复杂的金钱交易网络，将长期警示后继者，权力再大也无法凌驾于法律之上。15. 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虽有所斩获，但仍有140万人伤亡。据经济学人分析超过200个信息源后披露，从2022年2月至2025年10月，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总伤亡人数已达到惊人的140万人，其中阵亡人数高达19万至48万。更触目惊心的是，仅2025年1月至10月，俄军伤亡就激增近60%，达到至少4万至143.8万人。英国国防情报局10月14日报告显示，俄军伤亡已达111.8万人，每天平均损失超过1000名士兵。而这一切的代价换来了什么？自2025年5月以来，俄罗斯仅占领了乌克兰 0.4% 的领土。更严峻的现实是，
俄军的阵亡与受伤比例已达到反常的1:1，3，远低于正常战争中的1:3，这意味着战场医疗系统几乎崩溃。相比之下，乌克兰伤亡约40万人，战场交换比是每死1名乌克兰士兵，俄罗斯就损失5名士兵，付出如此惨重的人命代价却收效甚微。普京的战争机器还能维持多久？军事专家认为，如果俄罗斯继续以当前速度每天损失超过1000名士兵，到2026年中期，其兵员储备将面临枯竭，可能被迫在谈判桌上接受不利条件。16，被捕的炸弹袭击者透露，阿富汗塔利班和Fitna al-Khawarij招募并训练年轻人袭击巴基斯坦军队。据巴基斯坦军方情报机构消息，近期在南瓦季里斯坦逮捕的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供认，阿富汗塔利班与巴基斯坦塔利班巴军方称其为 Fitna al-Khawarij 正在联合招募并训练年轻人对巴基斯坦军队发动袭击。这名嫌犯透露，他在阿富汗境内接受了爆炸物制作和自杀袭击培训。自2025年1月以来，已有近460人在此类袭击中丧生，其中大多数是安全部队成员。10月11至12日，阿富汗塔利班和 Fitna al-Khawarij 对巴基斯坦边境发动无端攻击，导致23名巴基斯坦士兵阵亡。巴军方做出强力反击，摧毁了21个阿富汗边境哨所，击毙超过200名塔利班武装人员。巴基斯坦军方指责喀布尔塔利班政权积极为恐怖分子提供便利，这场养虎为患的闹剧会让巴基斯坦付出多大代价？反恐专家指出，巴基斯坦过去数十年通过支持塔利班来对抗印度的战略纵深策略已彻底失败，超过6000名巴塔武装人员在阿富汗设有训练营，除非伊斯兰堡彻底改变对塔利班的政策，否则这场暴力循环将继续吞噬巴基斯坦的安全与稳定。17，南瓦季里斯坦袭击中被捕的阿富汗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透露其涉嫌与塔利班有联系。据巴基斯坦每日时报报道，在南瓦季里斯坦地区被捕的一名阿富汗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供认与塔利班存在直接联系。这名嫌犯透露，他在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训练营接受了为期数月的爆炸物制作和自杀袭击培训，任务目标是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军事检查站和安全部队车队。10月11日夜间，阿富汗塔利班与巴基斯坦塔利班联合对巴基斯坦边境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23名巴军士兵阵亡。作为报复，巴基斯坦军队越境摧毁了多个塔利班营地和训练设施，击毙超过200名武装人员。但联合国安理会监测小组的报告却揭示了一个尴尬真相，巴塔继续在阿富汗大规模活动，并从那里对巴基斯坦发动恐怖行动。而两个组织之间的纽带非常紧密，因为正是巴基斯坦在2006年批准成立了巴塔，作为对抗印度的战略工具。当年的战略资产变成今天的致命威胁。巴基斯坦如何收拾这个烂摊子？南亚安全分析人士认为，巴基斯坦面临着一个无解的困境，如果与塔利班全面开战，将在西部边境陷入长期消耗战，削弱对抗印度的军事实力。如果继续绥靖，巴塔袭击将持续升级。18，澳大利亚向特朗普提议提供矿产资源，作为中国稀土限制的替代方案。据彭博社报道，10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白宫签署了一项价值85亿美元的关键矿产和稀土协议，旨在打破中国对全球供应链长达数十年的垄断。特朗普豪言，大约1年后，我们将拥有如此多的关键矿产和稀土，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们。这项协议的时机格外微妙，就在本月早些时候，北京宣布对含有微量中国稀土材料的磁铁出口实施严格管制。中国目前控制着全球61%的稀土开采和92%的加工产能，而稀土是 F-35战机、潜艇、激光武器等尖端武器的核心材料。福特 CEO 法利透露，过去3周我们关闭了工厂，因为无法获得高功率磁铁。澳大利亚拥有全球第4大稀土储量，其 Lynas 稀土公司运营着中国以外唯一的重稀土生产设施。过去1年，仅 Lynas 股价就暴涨超过150%。
这场85亿美元的矿产外交能否真正撼动中国的稀土霸主地位？资源战略专家认为，澳大利亚虽然拥有丰富储量，但需要至少3到5年才能建成与中国匹敌的完整加工产业链。短期内，美澳联盟只能缓解供应压力，真正的供应链独立需要巨额投资和至少10年时间。19，叙利亚暂停与俄罗斯的先前军事协议，寻求新的条款。据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报道，叙利亚外交部长阿萨德·哈桑·沙伊巴尼10月19日宣布，新政府已暂停所有与俄罗斯在阿萨德政权时期签署的军事协议。他明确表示，就政权签署的协议不被接受，已被暂停。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达成任何新协议。这场谈判的焦点是俄罗斯在叙利亚的2个军事基地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和赫梅米姆空军基地。2017年，阿萨德与普京签订的协议原本将俄军驻扎权延长至49年，甚至规定塔尔图斯港口65%的收益归莫斯科所有。但自阿萨德去年12月被推翻后，新政权开始清算旧账，1月取消了俄罗斯公司对塔尔图斯港的管理合同，转而与迪拜港口世界签订8亿美元投资协议，停止在俄罗斯印刷本国货币，甚至禁止从俄罗斯、伊朗和以色列进口商品。沙伊巴尼强调，新叙利亚将奉行独立平衡的外交政策，从拯救者到被驱逐者，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影响力还能撑多久？中东问题专家认为，叙利亚新政权正在玩一场微妙的平衡游戏。如果俄罗斯拒绝接受平等互利的新条款，可能在2026年前被彻底赶出叙利亚，届时普京将失去在地中海的唯一军事立足点。20，加拿大强制驱逐创纪录数量的印度国民。据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数据，截至2025年7月28日，加拿大已强制遣返1891名印度公民，这一数字即将超越2024年全年的1997人，创下历史新高。更惊人的对比是，2019年仅遣返625名印度人，5年间暴增整整3倍。印度人已成为加拿大第2大被遣返群体，仅次于墨西哥人的2678人。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0月明确表态，我们将优先驱逐外国罪犯，加快流程，配备更多资源。10月10日，皮尔地区警方逮捕8名印度裔男子，涉嫌盗窃价值超过40万加元的450件邮件。更尴尬的数据是，在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待遣返清单中，印度人以6837例高居榜首，超过5170名墨西哥人和1734名美国人。印度驻加拿大高级专员帕特奈克悲愤地质问，加拿大对印度人来说安全吗？这场驱逐浪潮背后是什么让加印关系跌至冰点？国际关系学者指出，加拿大对印度移民的强硬态度源于多重因素。2023年曝光的大规模留学签证欺诈案涉及700多名印度学生，加拿大境内锡克教分离主义势力与印度政府的长期对抗，以及2023年加拿大指控印度特工暗杀锡克教领袖后，两国外交关系急剧恶化。21，中国共产党讨论经济增长放缓背景下的经济走向。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0月21日公布数据，2025年第3季度中国 GDP 增速跌破 5%，仅为 4.8%， 创下1年来最低增速。就在数据公布几小时后，新华社宣布，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为期4天的重要会议，聚焦未来5年经济规划。这次会议的背景格外严峻，特朗普本月威胁从11月1日起对中国商品加征100%关税。中国9月对美出口暴跌27%，更致命的是内需崩溃。9月70个城市中有61个房价同比下跌。2025年前9个月住宅销售额下降7.6%，零售销售增速放缓至仅3%，固定资产投资在上季度下降0.5%。资本经纪公司分析师朱利安指出，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出口来抵消国内需求放缓，这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在人口老龄化、债务高企、消费疲软的3重夹击下，中国还能实现经济崛起吗？宏观经济专家警告，
中国正陷入战略压缩困境，官方宣称5%增长，但独立估算仅2.5%，青年失业率超过20%，债务占 GDP 比重超过270%。如果未来2年内无法激活国内消费，中国可能在变富之前先变老，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啦，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